根据半岛电视台5月6号的消息，以色列军方已经正式命令居住在拉法东部的10万巴勒斯坦人转移。所有居住在以色列边界围栏附近的拉法居民都应该搬到马瓦西和汉尤尼斯地区的难民营地居住。以军究竟要在拉法完成怎样的军事目的？又是否有人能阻挡以色列的行动？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其实关于以色列军方发出的搬家命令，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以色列官方提到的时间节点。不论是以色列陆军电台还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都表明这份发给拉法居民的撤离命令是以军对拉法东部发动地面行动之前公布的。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还告诉记者，这场撤离行动大概会涉及10万人。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以色列军方刚刚对拉法地区发动了一轮空袭，空袭造成了22人死亡。现在看来呢，这场空袭就是以军进攻拉法的号角。以色列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扩大了位于马瓦西的人道主义区域，用来容纳那些流入加沙地区的物资援助，其中包括野战医院、帐篷，还有食品和药品。以色列政府已经通过传单、短信以及电话和阿拉伯语广播向拉法地区居民下达撤离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在加沙各地追捕哈马斯，直到所有被扣押的人质都得到释放。但需要注意的是，以色列军方并没有明确表示以色列会给那些需要转移的拉法居民留下多少可以供撤离的时间。而马瓦西难民营的安全状况也遭到了多方质疑，因为马瓦西地区一直在遭受各种袭击。事实上，自从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位于加沙地区南部的拉法本身呢，就已经是一座大型的难民营了。在军事冲突开始前，拉法地区只有27万多人，而现在拉法已经涌入了大量的避难者，人口也接近150万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以色列下达撤离命令之前，已经有部分居住在拉法的巴勒斯坦人开始远离以色列边境，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前往以色列指定的难民营，而是寻找其他安全地带。大兵倒是能够理解这种做法，毕竟人多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安全的地方。并且根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其实已经在近日向拜登政府官员通报了在拉法地区撤离巴勒斯坦平民的计划。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是为以色列对拉法的进攻计划表示担忧。在布林肯看来，以色列并没有交出一份让美国有信心的平民保护计划。不仅如此，欧盟26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还在之前发表过声明，呼吁内塔尼亚胡不要再对拉法地区发动进一步行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认为以色列袭击拉法完全不可接受。在大兵看来，既然这么多国际势力的表态都没能影响以色列的军事计划，那么以色列军队肯定是要在拉法地区大打一场的，来扫平哈马斯武装的威胁。所有居住在拉法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现在都要把自身安危交给以色列军队了。不过，挪威难民委员会发言人已经针对以色列的撤离命令表示，以色列指定的马瓦西难民营连为现有数十万难民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力都没有，根本无法再为拉法地区撤来的难民提供更多生活支持。如此看来，拉法地区的局势走向恐怕也没有以色列军方说的那么简单了。首先来关注一下俄乌战场方面的消息。根据塔斯社5月5号的消息，俄罗斯官方已经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起了刑事诉讼。俄罗斯内务部的数据库已经将泽连斯基纳入了通缉黑名单。不过，俄罗斯当天并没有列出起诉和通缉泽连斯基的确切原因。乌克兰方面则果断驳斥了俄罗斯的做法，并谴责这是俄罗斯对自身处境感到绝望的表现。因为俄罗斯的国家机器和宣传系统已经想不出其他任何方法来吸引眼球了。乌克兰外交部更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才是那个被国际刑事法院下达逮捕令的人。乌克兰方面在声明中提到，俄罗斯通缉泽连斯基的表态毫无价值，与之恰恰相反的是，国际刑事法院早就以涉嫌战争罪为由下达了逮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逮捕令。而按照相关规定，这份逮捕令能够在全球123个国家执行。其实大兵也不认为俄罗斯通缉乌克兰官员有多少实际意义，而在俄乌交战的当下，这无非就是一种外交表态。因为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已经通缉了包括多位乌克兰高官在内的许多欧洲政治人物。
早在今年2月份，俄罗斯警方就曾将爱沙尼亚总理卡亚卡拉斯以及立陶宛文化部部长纳入通缉名单。俄罗斯警方对此给出的理由呢，是他们移除了本国的苏联时代纪念碑。乌克兰方面当然不会在意俄罗斯的通缉，俄乌两国更不会松懈在战场的行动。例如，美国路透社在5月5号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在当日凌晨派出军机空袭了乌克兰多座城市，从哈尔科夫到第聂伯罗地区，再到黑海的港口城市敖德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俄军打击。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俄军这次发起的空袭和炮击行动至少造成了2名平民丧生。空袭发生之后呢，泽连斯基更是指出，俄军在空袭中动用了8枚不同型号的导弹，以及大约70枚航空导引炸弹。除了空袭之外呢，乌克兰多地还遭受了俄军的炮击。哈尔科夫州州长席尼胡波夫就提到，有一名49岁的斯洛伯兰斯凯村男士在自家附近的街道上遭遇炮击身亡。除此之外，还有一位82岁的哈尔科夫女性丧生。不过乌克兰方面呢，当然也不会被动挨打。泽连斯基就在空袭发生后的消息中声称，乌克兰空军连夜击落了进攻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地区的13架沙赫德无人机和1架俄罗斯苏25轰炸机。在大兵看来，俄军对乌克兰接连不断的军事打击行动才是现实意义上的通缉令。正是这样的军事压力，不断给乌克兰官员送上一道道难题。或许是欧洲地区都察觉到了俄罗斯方面施加的压力，俄罗斯的邻国格鲁吉亚正存在着一股日渐高涨的反俄情绪。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5号的消息，由于格鲁吉亚政府推动的外国代理人法被民间认为是亲俄法案，越来越多的格鲁吉亚人士走上街头，向政府表达抗议。这部将在5月17号通过的外国代理人法规定，如果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构成中有超过20%来自海外，这家组织就会被认定是代表外国势力的外国代理人团体，不论它是非政府组织还是媒体。格鲁吉亚政府声称，这些法律规定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但欧盟并不认可格鲁吉亚官方的说法。格鲁吉亚民间呢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格鲁吉亚政府颁布外国代理人法是受到了北方邻国俄罗斯的影响，因为普京就曾在2012年推出相似法案，这份法案呢在客观上压制了反对普京的势力。时间进入到2022年后，普京更是直接要求所有接受境外资助的俄罗斯团体都承认自己是外国代理人。正因如此，欧盟认为格鲁吉亚的新法案不符合西方政治的透明原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5月1号警告格鲁吉亚政府，格鲁吉亚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其实大兵看来啊，格鲁吉亚作为俄罗斯的邻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中寻找有利位置。格鲁吉亚会不会出现亲俄政治，与俄乌战争的局势密切相关。格鲁吉亚民间呢，普遍希望本国能与欧盟走得更近。如果俄罗斯不在俄乌战场上取得胜利，格鲁吉亚大概也不会走到亲俄道路上。与欧洲的局势相比，加沙地区的前景就更加难以预料了。根据法新社5月5号消息，哈马斯代表团同埃及方面举行的新一轮停火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哈马斯代表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都已经离开了埃及首都。据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谈判官员表示，不论是哪一种现有的加沙停火方案，都要求以色列撤离军队，但以色列呢没有撤军的打算。内塔尼亚胡也在5号重申了以方的立场，那就是针对加沙的攻势绝不能结束。眼看着加沙停火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法国总统马克龙只好在5号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法国方面呢理解以色列关于人质释放的诉求，但爱丽舍宫始终认为，只有谈判和停火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护平民。已经到达卡塔尔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也在与卡塔尔方面展开协商。美国和卡塔尔都希望近期还有展开加沙停火谈判的可能性，而美国对于加沙局势降温的愿望也体现在了官方行动上。根据防务明镜网站5月5号报道，美国由于担忧以色列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已经暂停向以色列运送美制弹药。这是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停止向以色列军队运送武器。美国认为以色列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难民危机。要知道，拉法已经聚集了超过100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美国近期一直在向以色列施压，希望以方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让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区的泛滥化袭击。拜登总统也面临着国内的压力，有民意调查显示，将近40%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过多的军事支持。不过呢，大兵还是觉得美国现在只是暂停弹药支援，这对以色列的行动没有实际影响，因为以色列自己的军工生产能力已经足以支撑近期的军事行动了。美国之所以要暂停弹药支援，主要还是为了缓解国内的舆论压力。下面来看补充消息。根据美国国防博客网站5月5号报道，美国空军的 F-16C 型战机近期在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峡上空拦截了俄罗斯方面的2架图95轰炸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报道，当时有2架图95 MS 轰炸机在位于阿拉斯加西海岸的中立水域上空飞行。而根据俄罗斯方面公布的画面来看，美军派出的拦截战斗机属于埃尔森空军基地的第18拦截战斗机中队。该中队的部分 F-16战机使用了与俄罗斯空军相似的飞机涂装，以此达到伪装目的。其实大兵认为美国之所以要将部分军机涂装成敌对国家的外形，除了用作伪装目的之外呢，应该还有组建假想敌部队的用意。这些带有俄军涂装的 F-16战机在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很可能会充当假想敌部队，帮助美军的其他单位辨识俄罗斯战机。而美国除了在空军领域保持戒备外，也在关注陆军的战斗力升级情况。比如以色列的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就在5月5号传出消息称，美国陆军将采用埃尔比特公司的铁拳防护系统，为现役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进行升级。埃尔比特这次与美国签订的初始合同价值将近3700万美元。埃尔比特将直接与美国通用动力与战术系统公司对接，为美国陆军的 M2A4E1 布拉德利战车加强应对现代战场威胁的能力。以色列的铁拳系统将为装甲车提供360度保护，并帮助战车抵御各类反坦克武器的威胁，例如反坦克火箭、反坦克导弹以及动能穿甲弹。大兵认为，美国陆军这次与以色列军火商的合作才是美以军事合作关系的真实反应。美国可能会在一些非关键领域上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表明自己不支持以色列进攻拉法的态度。但美国肯定还是支持以色列继续压制哈马斯武装，支持以色列在本地区维持军事优势。不仅如此呢，美国近期也的确十分重视装甲部队的升级。根据美国国防博客网站5月5号消息，美国陆军已经在油马实验场对 M88A3 新型装甲救援车展开了可靠性和可维护性测试。该阶段测试对于确保车辆性能至关重要。美军战斗汽车系统测试部十分重视 M88A3 救援车对艾布拉姆斯坦克的战场回收作业能力。M88A3 救援车从诞生之初就是专门为救援受损坦克而设计的，其性能超越了前代的 M88A2， 能够回收重量更大的现代坦克。与需要2辆车协同工作才能展开回收作业的 M88A2 不同，新一代救援车在操作上更加简单，进行后勤保养时也没有那么复杂。M88A3 救援车最大牵引力能够达到80吨，其拥有更加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和能够加强稳定性的第7负重轮，以及有助于增强车辆机动性的液压气动悬架装置。美军将对其展开为期1年的测试。美军装甲部队的战场恢复能力以及任务执行效率又将取得重大进步。大兵认为，美国之所以对救援车如此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俄乌战场的启发。俄军就曾因为缺乏受损坦克回收能力，蒙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战场损失。美国的新型救援车想必也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注意。对于本期的军情消息，不知道各位还有哪些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